我是某颜色小说的女主角，特长是把任何冷热场面都变得暧昧火热。进入恐怖游戏的第一天 ，BOSS 让所有人选择死法。我微笑说，我要喘不上气，双腿发抖，眼神迷离，最后爽死。BOSS 第一章，欢迎来到 SSS 及副本心愿，请选择你的死因。我刚进入恐怖游戏，和队友们会合，面前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，浓重的黑雾缠绕在他头部，看不清面容，整个人透着不对劲。靠！一个染着黄毛的男人骂道，这什么整蛊节目？弄点廉价特效就想吓唬你爷爷我？差得远呢。从进入游戏起他就骂骂咧咧，无论队里的老玩家怎么解释，他都坚信这是大型骗局。此刻他怒气冲冲地走上前，一把推向那个陌生男人，警告你，赶紧放我出去，不然我靠！他的手直接穿过了男人的身体，他踉跄后退，惊恐地看着自己的手，那只手在他眼前化作了血雾。怎么回事？救命！救救我！他哭喊着向我们爬来，想逃离，但几秒内整个身体爆开，血肉溅了一地。系统冰冷的机械音在空中回荡。死亡人数1，当前存活7，玩家请继续加油哦。那个奇怪的男人纹丝不动，用毫无波澜的语调重复。欢迎来到 SSS 及副本心愿，请选择你的死因。就在众人茫然无措时，空中突然像直播弹幕一样滚过发光的文字。卧槽，这批玩家真倒霉，心愿是零通关率的史上最难副本。BOSS 会实现每个玩家的愿望，但总是以最恐怖扭曲的方式。玩家一进入就直接面对终极 BOSS， 逼每个人许愿自己的死法，然后仁慈地帮他们实现。想活命，必须找到那个正确的愿望。连顶级玩家都栽在这里，这几个新手看着就不太行，能撑多久？亲眼目睹黄毛炸成烟花后，没人敢动。死寂蔓延，时间漫长。终于 ，BOSS 失去了耐心，冰冷扭曲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。既然你们都没有愿望，他说，那我就替你们选了。浓黑雾气后，巨大的镰刀缓缓浮现。等等！一个中年男人突然大喊：我知道我想怎么死了。所有人都看向他，他咽了口唾沫，小心翼翼地说，我选择无病无痛，寿终正寝。话音刚落，众人眼睛一亮，有人对他竖起大拇指，哥们，高啊。BOSS 放下了镰刀，如你所愿。中年男人松了口气，脸上露出庆幸的笑容。其他人也纷纷附和，我也是，我也要无病无痛，寿终正寝。BOSS 的声音依旧冰冷平稳，如你所愿。众人松了口气，甚至开始有说有笑。还好皮特想到了，真是救了大伙儿。就是这下 BOSS 动不了我们了，算通关了吧。第二章，说不定是最简单的 SSS 本，有人开玩笑。只有我没说话，静静看着天空。更多发光文字闪过空中，弹幕爆发出嘲笑。呵，又来一群选寿终正寝的，老套路，没意思。第几批了？每批进来都选这个，自作聪明。等着看吧，他们马上就知道为什么心愿是 SSS 级了。这时 BOSS 已悄无声息地飘到我面前。你是最后一个，他声音低沉冰冷，所以你想怎么死？好吧，看来真要交代在这了。被拉进恐怖游戏前，我是颜色纹女主，每天醒来身边都是帅哥，除此之外干啥不行。指望我急中生智想出保命之法？不可能，我直接放弃抵抗。既然横竖要死，不如死前实现终极理想，把这冰冷绝望的世界变成热火朝天的大和谐天堂。管它冷的热的，我都要把它变成烫的。而且说实话，尽管黑雾遮脸，但这 BOSS 宽肩窄腰，声音磁性，身材肯定有料，色胆包天。于是我脱口而出，我要喘不上气，双腿发抖，眼神迷离，最后爽死。BOSS， 我贴心补充，哦，执行人是你。
他僵住了，似乎无法相信听到的话。周身黑雾停止流动，空气凝滞。他沉默良久，缓缓后退了一步。我等了半天，不解。但 Boss 始终没说那句如你所愿，反而是系统的机械音响起。前置任务许愿已完成，请跟随 Boss 进入宅邸。主线任务，在宅邸内存活3天，3天内将随机发布支线任务。每完成一个任务，可获得一次新的许愿机会。只有许下正确愿望的玩家才能活到最后。抵达宅邸时，天色已晚。刚踏进客厅，我就愣住了。墙壁上密密麻麻挂满了相框，全是遗像，而每张照片上都是我们其中一人。照片下方手写着每个人的愿望：无病无痛，寿终正寝。除了我的照片下方那行字被粗马克笔涂黑了。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我身上。中年男人皮特率先开口，说起来，他眯起眼，你当时没跟我们许一样的愿吧？躲在角落鬼鬼祟祟。小姑娘，你选的什么死法？我还没回答 ，Boss 突然发声，禁止玩家打探他人愿望。不知为何，语气似乎有点紧。众人见状不再追问，但脸上都露出讥诮。看到没？他的愿望被涂黑了，标准的死亡 flag， 一人嗤笑。他活不过今晚。答案都摆眼前了，还瞎选，不是蠢是什么？找死！早点淘汰拖后腿的也好。不知不觉，我被彻底孤立。分配房间时，他们挤在一起，抢占了所有好房间，只留给我最小最差的佣人房。反正也没差，皮特扶着门框讥笑，你也活不过今晚，睡哪不是睡？房门咔嗒关上，宅邸陷入死寂。空荡客厅只剩我和 Boss。他悬停片刻，准备飘走。第3章，喂！我赶紧叫住他，我不睡佣人房。我小跑跟上，堆起最甜的笑，这宅子你有自己房间吧？一起睡。Boss 没理，飘得更快了，像在躲什么。我紧追不舍，哎，你不是要实现我的愿望吗？就那个喘不上气，双腿发抖，眼神迷离，最后爽死。我并没同意，他冷冷打断。我不满，什么意思？这副本不是叫心愿吗？不是你说会实现每个玩家的愿望吗？凭什么到我这就区别对待？这是歧视！我要向主系统投诉。他沉默地看了我很久，似乎无言以对。最终，他认命般道：行，跟我来。7拐8绕后，他带我进了一间豪华卧室。看到中央大床，我立刻扑上去窥探，好软，总算能躺了。又懒洋洋伸个懒腰，翘起腿，腿酸，揉揉。他瞥我一眼，面无表情，没吭声。我不放弃。对了，你叫什么？总不能一直叫你 Boss 吧？他立刻回避，与你无关。你是玩家，专心通关。我甜甜一笑，那叫你什么？宝贝，甜心，老公，主人，爸爸。眼看称呼越来越离谱，他终于破防，卢瑟，霍登。他几乎是咬着牙说，我叫卢瑟，霍登。语气听着平稳，但我莫名听出了幕后槽牙的声音。那我又开口，唇边勾起坏笑。够了，他迅速打断，睡觉。他手一挥，一股黑雾朝我卷来。我眼前一黑，像被拉了电闸，瞬间失去意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是被尖叫声吵醒的。睁眼时，卢瑟已不在房间。我匆忙洗漱冲下楼，一到客厅就愣住了。地上躺着一具陌生的尸体，那尸体老得离谱，白发白须，满脸皱纹，看上去起码70、80岁，莫名眼熟。我扫视一圈，除了皮特，人都到齐了，个个面色凝重。一个染红发、30岁左右的女人缓缓开口，我刚确认过，地上那具是皮特。不可能，有人反驳，皮特才40多，那尸体看着像70、80的，年龄对不上。红发女叹气，还记得我们昨天许的愿吗？无病无痛，寿终正寝。皮特的死法符合愿望，是我们太小看这个副本了，以为能钻空子。SSS 极不是开玩笑的。
空中又飘过弹幕般的文字。哈哈哈，最爱看自作聪明的玩家翻车，活该。等等，他们不都许愿老死吗？墙角那妹子许的什么？我昨天中途黑屏了没看到，谁复述下？我也黑屏了。+1。我也是。怎么这么多人都黑屏？我以为就我信号不好。难道他许的是正确愿望，所以被屏蔽了？卧槽，有人要通 SSS 本了。你们脑补真厉害。我查过他资料，纯新人，看着就弱不禁风，我一巴掌能扇飞，指望他通顶级副本。笑死。第4章，一个年轻女孩哭出来，怎么办？我们和皮特许的愿一样，是不是也会死？客厅死寂，显然大家都想到这点，脸色难看。红发女点了支烟，深吸一口，缓缓吐出，不一定。记得系统说吗？3天内会发布随机支线任务，每完成1次就能重新许愿。只要有人想到正确的，就能活。我们还有机会。他冷静的语气让众人稍安。我叫谢丽尔，他继续说，进游戏前是跨国公司高管，擅长决策和抗压。如果信得过，我可以带队。人在恐惧时会本能寻找依靠。谢丽尔气场沉稳，自然成了主心骨。确立领导后，他简单鼓舞了几句。这时，系统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：支线任务 BOSS 的盛宴已发布，诚邀所有玩家共赴晚宴。任务时间：今晚8点。参与人员：所有存活玩家。提示：宴席菜品丰富，每位玩家需选择1道菜献给 BOSS。提示：每道菜不可重复选择。提示：线上 BOSS 最喜爱菜品的玩家将获得他的青睐，得到新的许愿机会。提示：线上 BOSS 最厌恶菜品的玩家死。谢丽尔唇角勾起自信的弧度，看来机会来了。离晚宴还有大半天。在谢丽尔指挥下，众人分散探索宅邸，寻找 BOSS 偏好的线索。晚宴前1小时，大家在客厅汇合，分享发现。谢丽尔先说，我在厨房找到了今晚菜单，一共6道菜，刚好我们1人1道。他展开纸条念：烤蜗牛、凯撒沙拉、烤羊排、香煎鳕鱼、奶油蔬菜炖汤、水果蛋糕。有谁找到相关线索吗？一个高瘦男人立刻举手。我在佣人房找到本笔记，上面写少爷只吃素，几乎不碰肉，饮食混乱。我猜少爷指的是 BOSS。一个女孩眼睛一亮，我看到冰箱里全是牛奶、奶酪这些，所以 BOSS 肯定喜欢奶制品。牛奶加蔬菜，那肯定是奶油炖汤。众人面露喜色，线索似乎来得容易，第一次有了希望。谢丽尔修长的手指轻敲桌面，很好，我们知道了 BOSS 的喜好。现在问题是，谁去献这道菜？系统明确每道菜不可重复，意味着只有1人能获得青睐。谢丽尔轻咳一声，其实我已经大概猜到了正确的愿望。如果顺利，或许能带大家一起离开这个副本。所以如果大家信得过，就由我去献这道奶油炖汤。众人面面相觑，犹豫许久，最终点头同意。这时，最初猜出菜品的女孩小声开口：